Hello，大家好。那今天呢，我们有一期非常特殊的这样一个节目。那大家知道，平时呢都是我去采访嘉宾。那今天呢，我是作为嘉宾呢去参加微软产品经理 Claire 他的频道的一个采访。那在这个活动中呢，我们会交换很多信息。那微软西雅图和 Google 硅谷之间有什么样的异同，以及我们的工作上还有这个生活上的一些信息。那今天就让我们去和微软的中国产品经理 Claire聊一聊。Claire 可以介绍一下你的背景吗？好的，没问题。我是本科毕业了之后，直接就来美国读的研究生，当时念的是 Information System， 比较偏 HCI 和底站方向。然后那个时候我自己就一直也在想，我想做一个什么样的职业。我自己是觉得我没有做 SDE 的天赋，然后我也觉得做工作的话，你需要热情，这样你才能专注。所以我当时就想 ，OK， 那我想去做一个 PM， 虽然这个很难，但是我也想试一试。所以当时就通过校招进入了微软，做一个 APM， 就是一个初级产品经理。到现在为止，我在微软已经有3年了，也经历过2个不同的组。我们接下来会从工作、公司文化和生活3个方面的异同来分享一下西雅图微软和谷歌硅谷做产品经理的异同。那我想首先我们可以从工作方面开始说起。我知道因为我们微软是一个 to B 的公司，就是做 to business 会做得更好一点，但是谷歌是一个 focus more on the customer， 所以第一个话题我们就来聊一下做 to B 产品和做 to C 产品 PM 的一个异同点。 OK， 对，那 Google 呢是一个非常工程导向数据导向的这样一家公司，它很多时候呢是讲究一个产品的规模化，很多时候都是用实验去导向的这样的一个工程的文化。所以它从产品的角度来说是，我们要做一个快速的迭代的一个 MVP， 进入市场收集反馈，做快速的实验，然后来决定结果怎么样。这个呢更多的是一套针对大市场的，然后呢消费者消费级的这样的产品的一种打法。那据我所知，微软更多是偏 to B 一点，是不是更多是销售导向的？我觉得不算是销售导向吧，可能更多的是我们公司的客户的需求。微软面对客户的主要2大产品就是 Office 和 Azure。我听我这2个组的 PM 提起来说，他们的很多用户需求都是客户提的。就比如说他们的一个金主爸爸说这个 feature 对他们非常重要，那他们可能就要先 prioritize 这个 feature。在同一时间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金主爸爸给你提各种各样的需求，他们不用去想 what is the user pain point， what is the user gap， 因为用户就已经给他们了。对于他们来说更重要的是 how do you prioritize all the ask， 因为每天会有一大堆人跟你问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你可能就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最合理的满足不同的客户的 ask。 明白，这点上确实 Google 除了少量的产品，比如说云计算是对客户以外，大部分都是对消费者的这样的产品。很多时候我们要做很多的消费者的调研，比如说发问卷，去这个用户的访问等等之类的，去提炼出用户的需求。就是用户需求到底是什么，实际上是在很多产品的一个初期阶段花大量的时间去做的。那很显然，我觉得如果说用户或者是你们的客户直接把需求告诉你了，那这部分其实相对来说就变得容易一点。当然了，后面就更难一点，对不对？因为你要平衡各大客户的需求。是的，这样会不会导致公司的文化发生的一个不同呀？就是公司内部的，比如人员他们做事情的方法等等。Google 的文化比较偏 bottom up， 很多的小组他们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他们只要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可以通过某些数据或者是迭代或者是用户的调研，然后知道他的需求之后，大家都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功能。因为他没有一个客户告诉你说，客户说你就要做这个，他没有这个东西。所以说呢，其实各个小组他都能够做这个事情。比如说 Google 里面有一个很著名的文化叫 20%，20% 时间，我们可以把自己的时间拿出20%来，只要我们觉得我们做这个项目对最终的公司的用户数或者是收入数有帮助，我们可以自己想一个产品出来。那么所以 Google 里面有很多创新是这种 bottom up 草根那种方式做起来的。当然这样做也会失败很多，但也有一些成功的这样的案例。我不知道这个微软是不是更多的是客户导向，所以大家相对来说下面的人不会有太多自由度，更多的是让客户满意这一点。我们微软也有一些鼓励创新的行为，就比如说我们每年会有 hackathon， 就是大家可以去 propose idea， 如果这个 idea 靠谱的话，我们可以去放
把它做出来。但是你说 daily life 的话其实很少，就像那种面对大客户的肯定就是客户需求至上，然后那即使有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些 to C 的产品，也是要跟公司很多的大方向是契合的，是领导会给你画一个大方向，那下面的 IC 就是也会有一定的创新度，但是你要在领导画的这个大方向里面去进行创新，所以说我天马行空的想一个产品，然后它跟整个公司的 strategy 不相符，那我觉得很难被孵化出来，确实这一点上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还有一点，我觉得 Google 的话，总的来说在文化上它是一个比较偏工程师驱动的，这是它的比如说领导层啊团队的文化和历史决定的，所以这边 PM 的话需要更多的去和工程师互动，就大家有一个合作的关系，而不能说是我完全是 PM 说了算。不过 Google 的产品也有很多种，那有的产品呢相对来说更加的产品驱动一些，有的产品相对来说呢就更工程驱动一些。那比如说跟商业有关系的产品，或者是跟用户的体验相关的产品，那 PM 的话语权还稍微大一点。那如果是跟技术相关的产品，跟算法相关的，或者是跟这个我们叫基础建设 infrastructure 相关的，肯定是工程的话语权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总的来说，我觉得我们对于技术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敬畏，所以我们的这个产品经理也尽量的去学习技术，然后和工程师进行一个合作。那我想问，那在微软的话，如果产品经理的话语权比较强，那么一般是怎么在 drive 项目的呢？我觉得也是分组吧，在一些非常前端或者非常客户至上的组里面 ，PM 的话语权会大一些，因为他们更了解客户，更了解产品接下来的发展方向，所以他们对于产品的 next step 和产品的目标会有更多的话语权。但也不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会完全 exclude 掉我们的 dev， 就是在最初的时候会有一个就是比如说 directional meeting， 是作为 PM 我们来 make 这个 proposal， 就是说下一步我们觉得什么东西比较重要，为什么用户的 story 是怎么样的，一些支持我们的数据是怎么样的，然后我们会 make proposal， 然后 dev 会选择 support 我们或者 not， 或者说是 dev 会给我们提一些意见，就是根据技术上是否的可执行性，他会给你一些 OK 你哪儿可能要做一些小的 pivot， 这个我觉得是为什么我说是 PM 做导向，因为我们会 make more proposal。我也在一些比较偏 technology driven 的项目上工作过，那个就基本上是 dev 在提 proposal， 然后 PM 就是 more supportive， 那我们完全没有一些 product strategy thinking 在里面，我觉得 that would be more like a tech driven instead of a user and PM driven。 说到这个的话，我想多问几句啊，就是我的印象里面Google 和微软这两家公司的产品经理都是需要技术背景的，现在微软也还是这样吗？是的，尤其是校园面试的时候，第一轮都是要写码的，除非是完全前端的工作，可能会有一些 PM 是没有技术背景的，那都是社招。就像我认识一个关系很好的小姐姐，她是做游戏出身的，她可能不会写代码，但是她已经有了很好的产品 sense， 她可以 contribute more on what product looks like。这个说到一个有趣的故事，当年我在北京念书的时候，我还曾经面过微软 HTC， 然后当时就被要写代码了，在白纸上写代码，然后当时我就被刷了。Anyway， 就是跟贵司有一点点擦肩而过。好，那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要跟这个工程师沟通嘛，对吧？那在 Google 一个常见的做法呢，就是用数据的方式。我觉得 Google 的工程师都非常聪明，然后呢，他们也是非常好相处，英文叫 reasonable 的一些人，就是如果你只要秀给他们，告诉他们这些具体的事情的事实，用数据告诉他，那么他们一般都非常愿意接受你的想法。微软是什么样的呢？ Data driven 一定是 the best scenario， 因为用 data 说话的话大家不会有意义，就是你数据往那一摆，就讲事实说道理，就没有任何意义。但是我觉得对于微软来说，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很多情况下我们有一些数据是缺失的，因为出于对用户的保密啊，或者是 privacy concern 或者 security concern， 我们很多数据是拿不到的，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就是说做 very detailed user analysis。 那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比较常见的方式就是做 user study， 因为 user study 你也可以拿到一些数据，虽然那些数据量比较小，是 sample data， 但是可以做 directional support。 还有另外一点就是 storytelling， 如果你能够把你想做的东西以非常 reasonable 的方式讲出来，去 convince others， 那我觉得也是有的时候我们做 decision 的一种方式。这个地方我想稍微问一个问题啊，为什么企业软件就很难获得数据呢？因为有很多数据我们是不可以去获取的，
做 to C 的产品，你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做数据买点，你也可以拿用户 tap in 啊，或者是他点击的任何数据。但是对于 to business 的产品，我们有比较大的 privacy 和 security concern， 很多数据我们是不可以拿取的。就像这样，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产品叫 Grammarly， 当时是一个蛮火的产品，它是一个 AI system， 一句话如果写错了，它可以自动帮你纠错，或者帮你用更好的词去替换。当时整个微软是把这个产品给限制了，就是说任何人的电脑上不能够装这个产品，因为你任何通过它给你修改的语句，它都会上传到它的服务器。那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种 data 的泄密。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你做 to C 的产品，它就是没有太多的 data 和 privacy 的 concern， 但是 to B 的话就会有完全不一样的需求。关于工作方面，最后一个话题，其实我想聊一下关于职业发展和职业天花板的问题。我知道大家之前做过一些视频，就是专门说不同的公司的 PM 的 level 是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我们可以不赘述 level 的问题，但是关于职业天花板在哪里，是很多人会想知道的一个问题。我可以先说一下微软。在微软，我们 PM 的层级划分和 Dev 是一样的。从 New Grad 入职的时候，你是 Level 1，然后慢慢升到 Level 2，然后到 Senior， 然后到 Principal， 然后再往上就是 Partner Level， 就是合伙人了。在我观察到的，一般大部分华人，就是中国人，在美国这边可以做到 Principal Dev Lead 的还是有不少的，因为是技术驱动嘛。然后甚至其实做到 Partner Level 的 Dev Lead 我也见过很多，但是在 PM 这个层面，基本上 partner level 的 PM lead 我只见过一个，他还是因为在中国做的 level 非常高的，然后直接 transfer 到美国来，他还不是在美国就是新人这么一点点爬上来。所以我觉得确实是在我这边看到的华人的 PM 的天花板会比 Dev 的天花板低一些。从观察角度来说，这个观察没有错，就是现在的中国人员工在 Google 里面也是技术的级别很高，有 VP 啊，有非常高级别的中国人啊。但是这个是你要看这个时代的原因，因为现在做得非常高的人，很多人他们在行业里时间已经比较久了，在那个时代就没有很多中国人来做产品经理。现在你再看这些相对年轻一点的产品经理，比如说80后、90后、95后，我其实对他们还蛮看好的。我觉得90后、95后现在当然他们入职没多久，但是他们做产品经理再做个比如10年、20年，他们所能达到的高度可能会比70后、80后要高一些，因为他们很多人是在国外长大，他们有这个国际视野，英文讲得非常好，然后他们很早就有兴趣来做产品经理这个事情，所以的话就会是一个很多很好的苗子。所以呢，我觉得以前的情况现在是这样，但是呢，这不代表说以后它一定有这个天花板，这是我的看法。其实前两天我跟朋友们也聊到过类似的话题，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应该还可能会出一些非常好的lead，我拭目以待。那工作聊完了，我们最后就来聊一下生活吧。In general， 因为 Google 和微软它在不同的地区，一个是西雅图这个城市，一个是湾区这个城市，我觉得两个城市的环境的不同也会导致大家会有一些不同的生活习惯。在西雅图的话，因为我们环境非常的优美，所以它是被誉为 outdoor 的天堂，就是很多非常喜欢户外运动的人会比较喜欢西雅图。湾区呢，看你打算过什么样的日子。有家有口的，那就是过得非常安静闲适的日子，他们就有各种 hiking 啊、摘草莓啊什么这些事情。那也有人呢，不是完全是家庭导向的，湾区有很多有野心的人，所以他们会聚在一起搞项目呀、搞创业呀。然后湾区还有一点就是湾区有很多的大会 conference， 在会后大家彼此的这样的一个社交啊、结识人脉啊什么的特别多。所以你如果喜欢参加这种活动的话，湾区就非常非常多，然后也比较热闹吧。咱俩第一次见不就是在产品经理聚会嘛？当时你从西雅图飞过来嘛，对吧？也是我们这边组织了一个活动，然后你看湾区组织的活动就辐射全美了。我们聊了很多，比如说 in general 的公司的情况，还有城市的情况。那 in the end, I want to bring it more personal。就比如说，大舅你自己下了班平时会做什么？有什么样的业余爱好？我本人的爱好还是非常多的，但我并不是每个爱好自己都有时间去做。就比如说我很喜欢动漫和游戏，但是我已经很久没有时间看了。这段时间我比较多的花在比如说自己的自媒体上，然后经常会有人去邀请我去做一些演讲，比如说线下的活动，我还是蛮希望能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所以呢，随着自己的这个频道越来越大，那我能够影响的越来越多呢，这个事情是一个很大的成就感。除此之外呢，就是我比较喜欢做社区，我现在发起并管理了湾区的一个
华人 MBA 的这样一个社区，那已经有了1000多个人在我们的社区里面，大家的关系都很好。我比较喜欢把大家都聚在一起吧，除了做这个媒体之外，更多的做社区。我觉得这是我花了比较多时间。该你说了。我自己的话，我觉得我的爱好还是蛮广泛的，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他的时间都是有限的，所以就是 outside of my work， 我主要就是在跳舞、写东西和做视频这3件事情上。但是我觉得，能够让我 convert 到这3件事情上，其实我花了很多的功夫去 explore different things。因为我曾经觉得我是一个兴趣太广泛的人，我练钢琴、画油画、做饭、跳舞，就感觉整个人就是很 stretch 也不够用。但是我觉得人总要有那样一个过程，就是 you explore everything and then you know what you like， 然后你就可以没有任何遗憾的去舍掉一些东西。这个跟我很像，我也是有大量的爱好，然后只是很多事情没有时间做，所以只好现在舍弃掉了，专注于几件事情上。然后我看过你的一些节目，我知道你现在比较专注，以后你现在的这些事情做得非常棒，对吧？你的钢管舞好像是拿过一个什么奖，还有你的这个写作曾经出过书，你能说说看吗？钢管舞是去年10月份的时候参加了西雅图 PSO 的比赛，当时我参加的类别是 Dramatic Level 1，然后拿到了冠军，这个我真的是挺开心的。厉害。然后书的话，其实我一直很喜欢写故事，我想拿我的思想就是去看能不能在别人身上引起共鸣，所以我是从大学开始就开始写小说，一直是到去年为止，正好有出版社联系我，然后说想出版我的书，所以我也是在去年的时候刚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然后现在在坚持的写着。其实听你这么一讲呢，我就觉得其实是非常适合 PM 的一个个性哈，就是说，爱好非常的广泛，非常有好奇心，我觉得这是实际上适合做一个好的产品经理的。所以我看到你的话，我就觉得我刚才讲的一点没错，对吧？现在90后、95后，我们中国人未来的产品经理，他们都会越来越出色的。好，谢谢。然后谢谢大家今天跟我一起做分享，我也很开心。那如果喜欢我们这期视频的小伙伴，请记得订阅、点赞、留言哟，拜。好的，大家再见啦，拜拜。